再来聊一聊 IGN 的黑神话悟空的文章的事情。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我们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全文我已经看过了，就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大伙为什么一直在说这是一篇打拳的文章，这其实是一篇非常正宗的性别法西斯主义加反华主义的文章，就像纳粹德国煽动发起战争一样，试图挑起游戏玩家们的冲突。全文给大伙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屁股决定脑袋，而作者很明显至少有一个地方得癌症了。如果说让我用最简明扼要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对于黑神话的态度，我会评价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冯骥的老师一些沾点荤的，比如说湿了的玩笑话被恶意的曲解，杨奇老师的遮住下半身也不是不能冲的话被说成是诱导色情，甚至连游戏科学的 logo都被过度解读为性暗示。至于一些断章取义的内容更是不提了，就上一次这么极端的文字狱呢，还是在大清。按照你们这群狗懒子的说法，那以后你们西方人呢也别说 fuck 了，因为这是对全社会女性的冒犯。恭喜各位成功把自己赛博阉割，变成一群不男不女不人不妖的死太监。只能说那位长者几十年前的话呢，确实很鞭辟入里。西方的那一套理论就是想听风就有雨，总要搞个大新闻。果然下面内容呢更是越发的不对劲起来。文章的矛头呢并未指向黑神话，而是转到了国内的政策上，大谈国内的女权有多艰难，上面怎么给女权事业压力，怎么压迫，甚至直白的抹黑我们的领导人。这下狐狸尾巴彻底露出来了。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批评黑神话的，是借着女权的帽子批评黑神话的合理手段，在游戏媒体上以游戏文章之名行政治宣传、舆论攻击国家之实，极其的无耻且下作。全篇文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令人发指，只提多亿开除女员工，闭口不谈这10几条木刃以权谋私，只说退休模拟器被人抵制，却选择性眼瞎，到底为什么？如果说带节奏也要分个层次的话，那 IGN 这篇包藏祸心的文章可以竞争历史最佳水平。国内的女权呢，做的所有恶心人的事情呢，完全不谈。游戏玩家的男女比例在文章中被视作是可以忽视的内容，还暗塞了一些 LGBT 的内容。一个游戏媒体就做游戏内容呗，你非要站政治立场，真你妈的下贱！这些年的兑现经验呢，让我养成了查成分的习惯，这次也不例外。这 IGN 小编的推特里包含有大量的 LGBT 素食者、女权等内容。哦，你妈了个逼，原来是个惯犯！啊，对不起，按照你们的社会习俗，你的马可能是个变性人，现在有没有那玩意儿还不好说。Pride。至于联名投稿的资料整理者，他曾经给辱华游戏还愿站台，称这个游戏 explain themselves。破案了，蟋蟀们查人成分真的有用啊，查出来2个3流政治漏音癖。这篇文章在我眼里还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一方面来说，能给一部分国内的游戏玩家敲响警钟，好好看看呢海外的游戏媒体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以及告诉一些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推动游戏发展。无论手游、3A 还是独立作品，靠游戏这种文艺作品抢占舆论是很有必要性的。毕竟在海外，游戏好玩也是硬实力啊，玩家不会因为这个游戏是中国游戏立场不同而拒绝它。其次，也正好说明了国内的女权势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了他们眼中的利益和口中的主义，攻击国内产业甚至自己的国家都是理所应当的。前有成都美国领事馆倒闭以后，女权头子果子狸销声匿迹，后有 IGN 让匿名女权人士大吐苦水，很带节奏。现在勾结已经不背人了，那你们也就别怪我们给你们所有的女权师都打成狗罕见喽，这是你们自己选的嘛？冬雪莲都比你们爱国，我操你们妈！游戏媒体呢，为其他事情发生并非不可以，但前提是这件事有足够的真实性。在国内别的不谈，就在刑法量刑的水平这一项，我们都能看出来，其实女性已经是被优待的一方了。在诸多政策都倾向于女性的时候，你还要发这篇充满着刻板印象和不实传闻的东西，那我只能说这就是纯粹的坏，你妈死了！你妈的发个臭不咧的，不是喜欢扣帽子上纲上线吗？来呗，互相扣呗，至少我给你扣帽子的时候是按照你文章内容来的。你个下三滥的贱货，祸水东引，挑动其他国家的男女进行战争，捏造事实从而合法化自己的行为，试图干涉，你他妈真对得起你的国籍？难道女娼生下的废物东西，满口的性别权益，满脑的公检与名利？我已经很难用更高的攻击性呢去评价这条狗畜生，因为这泡低能的行为实在是过于离谱，以至于再强的攻击性呢，我都觉得不解气。至少在海外，无论是哪个媒体平台，黑神话下面几乎清一色的好评，这也告诉我们，他的抹黑并
并没有用处。对于玩家对于你的政治正确根本就不屑一顾，甚至厌恶至极。英语区和法语区的玩家都在问候你们这两个港鱼。和这篇文章作者长相情同姐妹的猪头三本正在游戏里面强奸大伙的双眼，玩家根本就不待见你个上下两张嘴横竖说屁话的贱种。对于游戏科学呢，我想说的是，狮子在前进的时候不需要太在意那一声两声的狗叫，让玩家的归玩家，行业的归行业，全尸的归我们这些喷子吧。